好，这支名称是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不是，丝绸情怀。丝绸情怀。丝绸情怀，镶金版。这一瓶是镶金版。丝绸情怀，镶金版。这个是因为前几天喵王有写了一篇洗鼻子的文章，哦，其中一支这个，他讲的最主要就是这个。朋友说，你跟他联合起来，一个录影片，然后一个写文章，真的是视觉跟这个画面一起。画面一点都不重要，对，主要是看着他的文章，你就觉得啊，就投入在那个情境里面。我一直说他写文章会带出画面的，不是说你的画面的。对。但是我必须说，其实我自己是很享受喵王的文章，真的吗？对，会让你带进这个情境。是，因为它不会有太多那个情境的表现，它还有很多是味道的呈现。味道。我觉得他没有去 Netflix 写剧本，实在太可惜了。啊，那个可能是被神奇已经先占了那个。好，丝缎情怀，对不对？丝到底丝什么？丝绸情怀，丝绸。OK。那我们来看看，能够用丝绸情怀。那一定都有这个棉麻布料的味道，有没有？是这样吗？没有啊，它其实是一个以乌木为主调，然后玫瑰香草。玫瑰香草，完全猜错。来，镜头走一下。好，我先。因为镶金版才会有一个金牌。是。那如果是淡香金版，它是全黑色的瓶子。瓶子也好看哦。好。那味道你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味道我自己觉得，我们之前有拍过那个一支 LV 的沙漠玫瑰，这其实还蛮像的。哦。对，还蛮像。OK。那这一支也是你的收藏吗？对，这是我的收藏，我个人收藏。我的家底都快被你那个掏出来了。没问题啦，你这个本钱雄厚嘛。你们丝绸情怀香精有没有人要？这里面是不是也有玫瑰？对嘛，非常富裕的玫瑰，有2种以上玫瑰。有，它有乌木感，也有玫瑰。就是洗鼻子就是要用这个。哇，这个真的是赞的。还有什么？肉桂香。然后香草。可是它的肉桂是。你可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因为我们好像拍过那个淡香精的版本，淡香版更干燥一点，就是那个乌木味更重一点，应该讲，因为它在淡香精的那个浓度里面，为了呈现出它那个乌木的感觉，所以其实是比较干一点，然后乌木比较重一点。是。但是到了香精版，反而回归到所谓的纯粹，是，就花香非常非常的富裕，然后。就你们可以体会一下为什么喵王要用这个洗鼻子嘛？对，那个。会啊，不止洗鼻子，我都一直闻，很像在吸白粉的感觉。它吸白粉，很香对不对？它没有，它把乌木调整的非常好。它没有乌木带出来的那种。我们拍好几只乌木啊，乌木我是不是都觉得它有点腥臭味，对不对？动物的骚感都有人发现。对，但是这一只却把乌木带出来，你一闻就知道这个乌木出现，可是它没有那一种动物的腥臭。对，这个厉害在这里哦。哇，而且玫瑰就跟着乌木一起这样一直开出来哈。价学要来一点，这个大概是它最贵的。你不要在那边拍，不然会闻到它。那边呢？哇，这个玫瑰加乌木，其实乌木跟玫瑰的组合是很经典的，对不对，豪哥？基本上乌木都会，每一家都有，都一定会带这个。但是这一支，如果只是听它的名称“丝缎情怀”，会觉得不飒飒，它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如果它叫做玫瑰乌木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的，你一定要比较各家的玫瑰乌木。那如果以柔美感，我觉得这个是之最。绝对是
NFK 的作品下来就是风格，就是不会太强硬，不会太突兀，对，那都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范围。是，而且他不会特别要告诉你，对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对，要么就接受，不要么就离开。你可以一方面说他是很没有个性，但是他的实穿性之高，大概是我觉得是以沙龙品牌来讲，真的是大概是最高的。是，对 ，OK，因为他没有很，他虽然有分男女香，但是其实他们的所谓中间的界限很小，我自己是觉得很小。是 OK， 好，来，那我们看一下香调表。你有觉得大马士革玫瑰，大马士革在哪里知道吗？叙利亚对，好，来土耳其玫瑰，在伊斯坦堡，土耳其现在货币1比多少美元知道吗？我不知道，我知道快要变成那个了，币值，快变币值了。好，来，那再来是沉香木、香草、紫罗兰、琥珀、天竺葵、席兰肉桂。哦，好，它没有写前中后调，但是香材是这些了。对，基本上你都可以闻得出来了，因为在这个的等级里面，其实它讲究就是纯粹了，因为它当然浓度就更高了，本来 NFK 的浓度基本上就很高了，对，基本上就很高了。对，好，我现在慢慢陆续闻到它刚刚讲的琥珀，一些圆润饱满的味道出现了，然后香草的微微的甜感也出现了，这个中调开始转的比较圆润饱满一些，然后因为喵王说，其实喵王闻起来像美食调，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那个甜的有没有像美食调？有啊，我觉得像那个葡萄蛋糕我有闻到葡萄蛋糕的感觉，其实我一开始有点难过，就这么高级的沉香，在讲着美食调，但是后面我一闻，那他一讲完，我一喷，还真的有一点对。所以为什么这个香水要跟人家讨论多聊？因为别人可以闻到我们形容不出来的味道。那他一这样讲，我就觉得有点葡萄蛋糕的感觉。真的，我一往美食调带，你就会觉得有点。我本身蛮喜欢葡萄内馅的这一种糕点类了。那我下次买一个菲尔斯太太的软饼干过来给你吃。虽然当我没讲对，我们都已经有影片记录了。对。好，那你觉得这一支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当然，这个一定是秋冬，那至于白天还是晚上，我觉得都可以，我真的觉得都可以。只要像这种，我们现在大概外面大气温度剩14度，我觉得喷这个刚刚好，真的是刚刚好。只是因为你这个室内窗户基本上都关起来，就有一些透气，所以感觉不出来这么冷。但是你一走出去，这个的沉香的味道跟玫瑰的味道，都会给你有一种非常非常温暖的感觉。那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玫瑰加乌木这种组合拳的人因为乌木多半都是让人家觉得在冬季会比较合适啊。但是我必须说，如果你喜欢这个味道伴随你四季的话，那这一支其实是连夏天都可以用。我觉得它夏天是很 OK 的，真的因为它不会让人家觉得乌木太过于沉重，不会。就是那个动物。对，动物骚感不会，它完全都不会让你闻到这些味道。它反而没有刻意去强调这个乌木的这种骚感，对，动物感，反而是让人家觉得是舒服、好靠近的。对，非常滑顺，然后又柔顺的味道。对，而且非常的雅顺这样。雅顺等下他看到的，好，我都不敢讲话了。那你觉得这一支男生合适还是女生合适？这一定是男女皆宜，对。男人喷这个真的人都温柔起来了。是，那女生喷这个呢？就高贵气质。高贵气质，真是反应还真快啊！对，我又不是那个，我又不是那天坐在那里拍30秒那个，对啊。对，好 ，OK， 那你觉得这一个？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他那天是打自己脸，到底用意是在哪里？不是，因为他看起来在镜头前，那个脸黑黑的。所以打这样，他只是为了漂白啊？不是，他打这样是为了那个冲血嘛，就会血色比较好一点。对。我那天想说为什么打自己脸，然后我一直不好意思说，对，他就一直狂打自己脸，对啊。我看了讲说，OK， 好，那你推荐场合呢？
这个其实都可以的。这个 NFK 其实很少，除了少数几支啦，会挑场的，比如说那个生肖啊，有没有？那个就比较适合晚上。那白天有那个晨曦啊，有没有？那就不要讲它的3木加山水了，3木加山水。对，其实都很通用。这一支如果去参展啊，或者去逛这个展览会啦、博览会啦之类的，或者是去开会啦，或者是舞会也很 OK。对，应该说这个算圣诞 party。那上班的话，我觉得上班有一点浪费了，因为上班就是因为你的同事不懂得欣赏你的美好，你知道，这一支味道就是适合给下班后、茶余饭后或者出去活动的时候，这一支人家知道哇，你怎么这么有魅力这样子，这支好玩。对，好，那如果只是上班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但是有一点小可惜了。但因为它持香很久，比较少，持香真的很久，这个持香非常久啊。那扩散你觉得怎么样？扩散？赞啊！好，我觉得大概3到5公尺都可以知道你的出现。对，对。那它是一个很高贵的一个签名箱啊，如果你一直都使用它的话，因为在秋冬的时候，这种高雅的感觉是有的时候是其他牌子很难呈现出来的。对 ，OK， 好。那我们前调就先留在这边，待会再回来介绍一下。对，致敬一下我们喵网。OK， 拜拜。谢谢雅顺的文章。对，拜拜。直接念英文好了。NFK 的丝绸情怀。架上没有，架上只有那3枝花。丝绸情怀。英文怎么念来？Satin Wood。对。Satin Wood。对。好。来，这一支中后调。给豪哥，现在是带来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我可以直接先给他分数，我给他10分，真的我给他10分，对，我给他10分。我们现在一直，我可能木质调多一点，但是在你身上根本就是一个盛开的玫瑰花园，对，完全走法不一样。对，我们刚刚在这个中场休息讨论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其实喷的感觉都不一样，对不对？那我跟明芳是花，就是玫瑰花，整个是玫瑰花园，对 ，Rose Garden， 对。对，不是 Rose 妈妈。但在你身上反而，这就是木质调一点，木质调一点，对。会不会是你经常用的都是木质调的香水，所以身体的皮肤、肌肤跟血液流着渗透了都是木质的液体呢？会不会？我实在是不想纠正你，但是其实我上班的时候都喷的是商业香，对，然后没有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对。OK， 好，来后调。所以不要以为我不会喷商业香，其实我最常喷的就是商业香。是，我讲一下我现在这一支这个丝绸情怀，在我身上的后调，我觉得真的是绝美。对，因为它已经没有乌木的感觉。这就是奇怪的地方啊！它这么浓的浓度，应该讲应该是动物味会很重。其实是有乌木，但是相对于乌木跟玫瑰花，现在是玫瑰80%，乌木只有20%。讲的跟喵王讲的完全一样，对不对？喵王是你应该是跟你差不多的体质，因为喵王在他的文章里面也是这么说。真的 ？OK， 好，那我特别喜欢它中后调的玫瑰带出来的味道。盛大感，那种盛大感，玫瑰的盛大感，而且好像是2种不同的。对我来说，倒不是盛大感啊。那你请说。真的，因为它有2种玫瑰，把2种玫瑰的特性在都有带出来。一个大马士革，一个土耳其玫瑰，有2种不同的玫瑰。对。那我们之后会仔细研究一下大马士革品种的玫瑰跟这个土耳其有什么差别？保加利亚到底差在哪里？保加利亚对，3大玫瑰，还有法国格拉斯4大玫瑰产地，对，是有时候当地的土壤啊，或者是天气啊、干湿度啊，对不对？降雨啊，对。那我觉得这个玫瑰对我来说并不是盛大，它不是用盛大来形容，它是我在玫瑰花园里面，但是这个玫瑰花呢是清一色的深邃的玫瑰，
深邃玫瑰是有一点暗红色的玫瑰，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玫瑰是有一些亮的啦，或者是有白色有黄色，那我觉得这一支却是暗红色的玫瑰。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对，我特别喜欢这样子的味道，因为它更有层次，这个玫瑰的香气更有层次，而且更有深度，因为有时候暗暗的、隐隐的，就是让人家摸不着头绪。但事实上，你知道它是玫瑰，可是它又非常的内敛。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呈现。半遮琵琶，对不对？就是那种让你看到又看到。琵琶半遮面。哦，对，我故意把这梗留给你哈。对。OK， 好，那你觉得这一支男生、女生现在？男生适合。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太棒了！可是我现在闻起来，我觉得女生。可是在他身上完全是玫瑰花园的味道，你真的自己去闻。对。现在因为这个真的太久，因为这是香精版。跟我有点搭配，可能我刚喷还没到后面。你还没到。OK。好，那来吧，乌木玫瑰这个调性。10分，你刚才已经给他10分了。对，我一定给他10分。 OK， 那你说一下，如果比较可惜的一个点会是在哪里？对你来讲，可惜一点是价钱稍微贵了一点。对，因为只有70毛，我再讲一次，要只有70毛。哦，对，70毛。好，那我觉得我会给这一支乌木玫瑰的调性里面，我也直接给到10分顶顶。哦，这不是在随便乱说的，因为我们已经拍过这么多，每一个品牌几乎都会出乌木玫瑰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这一个呈现出来的味道让人家舒服，而且它在我身上却是玫瑰大过于乌木了，80比20。好，那一个柔美的花香调。对。但是佐着一点点的乌木在你身上，去增加它的成熟，它的持香时间。对。那如果女生喷这一支女生喷这一支的话，我觉得她，你知道那种欧洲女生戴个大圆帽，然后洋装，穿个窄裙，然后会叼了一根长烟，会叼着一根长烟。跟你讲香奈儿女士，是吧？香奈儿女士啊，我觉得很有这个感觉。对。她不是这种小女生嫩嫩的，不是哦，她是已经执行长等级的，执行长等级的，对，你可以想象我刚刚形容的画面，对，女生非常的美。对 ，OK， 好吧，那今天我们的 MFK 丝绸情怀精粹版，也是致敬喵王啊，致敬喵王的文章，希望你们会喜欢，对他有更深一层认识。谢谢，下一次见，拜拜。